本节目由高活营养好奶源地球宝宝超爱喝的美素佳儿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爆梗有实力、深睡来助力的喜临门赞助播出。专注流感18年，累计守护亿万家庭。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特约播出。本节目由超丝滑的德芙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31年销量领先、再创耐用新纪录的南孚电池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高能守护笑字有光的高露洁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高活营养好奶源地球宝宝超爱喝的美素佳儿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爆梗有实力、深睡能量满格的喜临门赞助播出。专注流感18年，累计守护亿万家庭。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特约播出。让我们热烈欢迎火星情报局副局长登场！找您嘞！好。在地球开会是最烦的，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，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。感谢地球的友好单位呢，优酷的大力支持了。火星我们大家又回来了，同学们。本期的会议的规则也会有所改变了，每一位特工都要有一个提案的，要有梗，又要好玩，还要有意义了。观众投票选出我们最后的王牌特工。虽然最终决定王牌特工的呢是观众投票，但是我们3位副局长呢是有一个特殊的方式来表示我们的认可。在提案的过程中，我们如果觉得你们发现的特别好，我们就给你屁股底下塞一个垫子，然后你会就越做越高。哇！表示你你越来越棒。如果说的不好，我们是这样的，给这个台阶下，好不好？说垮了怎么办？您给你个台阶下，没事没关系，我们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给别人台阶下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好吧，可以吧？台阶已经先给王冕摆上了是吗？大家好，我是王冕。我呢是音乐脱口秀和他为数不多的朋友，然后音乐脱口秀和他另外一个朋友在这儿，一目了然。今年我有个遗憾，就是本来想跟大老师在最后一期脱友的时候同台，但是因为时间就没有撞上，所以我就一路追着大老师从地球来到火星。这边呢是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，当然这边也有单口喜剧和他的朋友们。你们是2个平台不能坐一块吗？还是？好的，全员到位了，我宣布火星情报局会议正式开始。大政委，第一个提案，你觉得应该让谁来负责第一个题？那当然，第一回要有我们的氛围，就是我们愤怒的刘伟，他来提案啦！我发现，脱口秀真的难结束笑。哦，那边引号吗？那边引号，这是引号，引号啊！各位，下去吧，头起来，赶紧下去。我发现，这样我就在这，我就在这。刘维不认识标点符号。但是我给他个台阶下，下，这样你，我就这样吧，我就放这了哈。好，来，那我再来一次。我发现脱口秀真的很难笑啊！第一个提案这么严肃，脱口秀真的很
好笑，其实。啊，就推翻了。说实话，我自从入了火星之后，一直在攻克一个课题，就是如何让大家笑。所以我非常羡慕就是各位脱口秀的朋友们，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观众太爱笑了，就有时候笑的我吧，都觉得我自己不好笑。因为我自认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，是，绝对是这句话爆幽默。哎呀，听点大孩子还小。但是有的时候在看脱口秀的时候，现场观众的笑点其实和我在那个屏幕前看的那个笑点有点不一样。哦，就比如说现场的时候，那个脱口秀演员一上去的时候，现场就笑了，哦，然后我就懵了，哎呦，笑太早了。对我那天会想说，是不是我的笑点有点不太对劲儿？教主刚才喝水了，因为他想骂你。不是，我一喝水，他一看我，我又不敢喝了。你喝水就喝水，为什么是那种仇恨的眼神啊？哎，来，真的，拼多多啊！哎，对面，哇，合理排水哇，都在喝水。威哥，要不然你展开讲吧，到底是哪一段好不好？哎，给你托底，来，哦，没有，不用，先给你没有垫这儿。咱们自己人，所以讲完我再收回来。其实我个人觉得冒犯是脱口秀的一个精髓。然后正好我去录那期那个脱口秀的时候，嘉宾老师其中里面有孙越老师。我见到孙越老师那一刻，我真的是整个是对他的一个大尊敬。但是真的上舞台要讲脱口秀那一刻，我知道我必须要冒犯他。于是我在舞台上写了一段那个顺口溜，然后我突然就说到这个顺口溜，我心想说一定笑，然后我就直接在舞台上说。眼睛眯成一条线，笑容一定要灿烂。唱歌你再抖抖肩，一甩头，祝你平安。我模仿完了之后，现场鸦雀无声。这个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所有的观众根本就没有人在看我，都在看向谁？孙越老师，因为孙越老师。没有笑啊！我就看那个孙越老师坐在那儿没有笑，突然站起来说：“维维，我什么时候抖过肩？”然后我那一刻就觉得懵了，我说完蛋了！孙越老师质问我，我是一个特别尊敬人的人，我不想再冒犯了，反正也不好笑。我说孙越老师，我特别喜欢你的音乐，当我不 happy 的时候，我都会跳怎么 happy。我瞪大了双眼，怎么做就怎么 happy。孙越老师马上给我回了一个，然后当时现场的朋友们就真的笑了，所以我那一刻我就觉得呀，不论你讲脱口秀还是在火星，其实你表现的怎么样只占50%，另外50%是在场的你们的每一位的笑脸。好了，我的抛砖引玉结束了，这个收拾一下啊，收走吧。好，掌声！但是我发现来看脱口秀的观众，是不是他也是对脱口秀有一个自己的节奏评判？比如说讲这段的时候，观众会等你那个底，他把那个笑是不是会留到那个时候？有时候我们会在笑点停顿，然后等观众笑，基本都能等到，对不对？等不到也蛮尴尬的。等不到愣等，等不到就死等。哎呦我天！所以待会儿如果我停顿的话，待会儿我就瞄着他，我自己下来2下。是的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在我们这边停顿是件很恐怖的事情啊，因为3张臭嘴都在这里啊。是有挑战性的。没事，我们这边教主根本不怕，是不是？哎，停顿是可以的，停顿是可以的，停顿是可以的。但我这边是单口喜剧，我不是脱口秀，谢谢大家。谢谢了。我们是漫才，无所谓，我们不是脱口秀。音乐脱口秀也不太在乎。谢谢大家。哎呀，好了，第一个提案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了。什么？刘维刚刚那个是很不正式的一个，是吧？他是要给大家打个样子，抛砖引玉，对不对？抛砖引玉一下那吧。接下来我们来感受一下玉，好不好？下面这位特工啊，跟我的关系非常的一般，不一般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关系呢？关系户。哎，我看一眼是谁啊？等一下。你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你啊，嗨，那我就不用看词儿了。
那这个人就是我心目中的气氛大王王冕。我发现朋友的过度热情会让人尴尬。因为其实我生活中是那种比较内向的，因为我跟彩亮姐也认识很久了，但我俩就不太会那种比较主动发微信。然后我跟大老师其实也不会，但是迪哥这种呢，就会主动问我在不在上海啊，出去玩什么剧本杀什么之类的。但我就非常需要这种热情跟主动的朋友，要不然友谊就很难维系下去。但有的时候朋友的过度热情真的会让我有点手足无措，想逃跑。我想分享的是我第一次去贺哥陈赫家的经历。对，是我俩刚认识的时候，然后应该是21年吧，大家在上海吃饭，然后有一天应该吃到了凌晨2点半，但是大家就感觉意犹未尽，就总想再找个地方聚一聚。准备散的时候，赫哥就问我说：“哎，面面，你是不是没来过我家呀？”虽然2点半了，家里人肯定都睡了，但我就很开心，因为你去一个新朋友家里，说明你们的友谊升华了嘛。对对对，我就很开心跟他去。但我以为啊，就是到家里面客厅坐一坐，是不是？夜里2点半在客厅坐一坐啊？对，就2个人坐一坐，小点声，因为家人都睡了。没想到他帮你按脚。到了赫哥家之后，他整个人就变身了。啊，哈哈，可算来了。他就瞬间变成了导游，面对你何必呢？他面对你就分享嘛，就很兴奋，就从进门开始就拉着我，面面，角落呀，对，就快看，这是我的鞋墙，然后给我分享每一双鞋的来历。哎呀，然后就面面快，这是厨房。哇，你好矮啊，面，面，这是厨房。哎，对，面，我们把你抱起来看。你看，这是厨房，这是冰箱，你继续待一会儿。面面还有2楼。甚至就是他会把我拉到他家的狗窝，然后你们晚上睡这里，然后是有2只狗。今天你住这儿，王冕来了，还叫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朋友非常亢奋嘛。那你当时也得很亢奋啊，反应亢奋啊！我说你好，我说今天我睡这儿了，咱们仨。但我觉得到这儿可能还好，最过分的已经3点多了，全家人都睡了。天哪！赫哥一路拉着我，我根本就不知情。赫哥一路拉着我，面，走，这个是卧室，这是床，这是我妈。等一下，我有问题。阿姨休息了吗？不是他的妈怎么会睡在他的房间里？是阿姨的卧室。然后他说：“你猜我爸在哪儿吧？”爸说：“在这儿呢。”爸爸在高板身后边。夜里3点家里来客人，好开心啊！爸爸在身后。老八，你要去哪里呀？俩人开始追，然后演咱俩那一段。对。我以为是个空的卧室，以为只想分享一下，他就拉着我进去，我也不知情嘛，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拉进去一个有人的卧室嘛？对啊，拉进面，这是床上这是我妈，阿姨起来，耶，真事儿，还要阿姨给你回应，我们可以离开阿姨的房间了，来，我当时2秒就逃跑了。然后我就说咱不能再逛了，我就说咱们在客厅坐一会儿吧。还逛呢？然后赫哥就可能就觉得一个人照顾不好我，还照顾不好。然后他有个好邻居，也是我们的共同好友，真哥。他凌晨3点半给真哥打电话，让真哥过来一起招待我，然后我就陪着他们俩，在他们家的客厅困得不行，聊到凌晨4点半。我以为故事到这就结束了。真哥爸妈也来了，对，他说的是我妈，对，在隔壁卧室。4点半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说我实在太困了，我说哥哥们我要回去了。他说绵绵你要走啊，其实我们2家离得非常近，既然你已经来了，就别走了。他拉着我一路小跑，绵绵，这是客厅，这是卧室，这是厨房。又带我走了一遍，然后最夸张的是，我陪他到6点吧，我就要走，然后他就放我走的前提是，第2天必须去他家再做一遍课，因为他觉得你今天来我家待的时间太短了，他就说第2天我有个家宴，我第2天出席他们那个家宴，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人家看到家里的阿姨哦，做饭跟保洁的阿姨哦，是妆发齐全哦，盛装出席迎接你，盘着头发，穿着旗袍，然后非常端庄。我戴个帽子，就穿个卫衣。我说我今天服务哪位阿姨，我就感觉没给谁做饭。哇，他最大的待客之道是他喜欢留宿别人，留宿，就他认为你在我家住，睡在我家才是我跟你友谊表达的最好的方式。就是我就感觉到了后半程，所有人都走了嘛，然后就非常诡异，在他客厅，就真哥拉着我，我说真哥我要回家了，真哥别。
留下，没事儿，我能照顾你。真哥还是综艺家呀，留下来。我每次啊，基本上跟你一样的，就是我已经住他非常近了，我住他真的非常近了，他还让我留宿在他家。真的吗？就是他们有的时候所有人喝完酒，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因为我是一个最容易醒的人，就听说过，可以这样，听说过，这是我的无限复活嘛，无限复活。特异功能就是，但是我每次醒来的时候，基本上跟他们喝酒的时候，我都一个人躺在他家，你说奇不奇怪？其实就是这么个短故事吧。但其实我很感谢有这种就是比较热情的朋友，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他们主动的朋友，我也很难打开自己。我有一个这样的故事，有一次戚薇嘛，他做那个音乐嘛，他让我去帮他监棚，我就去了。那我觉得监棚很简单，北京这么多棚，哪里不能去啊？录音棚。结果哗，开车开的特别远，他给我个地址，然后我想，哎，怎么这个棚要到这么远吗？就郊区嘛要到，哎，有必要到这么远的地方录音吗？一进去，而且发现是他家。哦，没想到我一到车库一下来，他盛装出席。全妆，画的所有就这样，都画好了，裙子都已经弄好，在那。薛岳来了，薛来了。我觉得很奇怪，想，就是有必要吗？就咱们这么熟了，你为什么还化个妆啊？然后咔迎上去，迎我到楼上，然后啪我一推门，一进去以后，发现她老公李承铉全妆，而且平时他们叫我都会叫老薛嘛。他们一到这个房间进去以后，他们薛老师你来了，为什么带着调？我们今天录音，我今天录的。他中文现在没这么差。不，还是差的。说我们这里就一个房间，你就这个录音就好了。你坐在这边，我进去拍他们，哇塞，整面墙全是摄像头，有机器，就他们要录像，你懂吗？他们要录我，那你通知我一下的，他也不告诉我跟狗一样来的。然后最好笑的是什么对吧？咱们就在那么录嘛，他们就在车上的嘛，然后就他女儿也进来了。全妆。妈妈，我可以先去睡觉了吗？小儿子2岁多，在那扑粉。他们家没人卸妆是吧？全是妆。就是朋友的过度热情，有的时候会让你确实觉得有点不自在。有一次5一节的时候，我去我们一个四川宜宾的朋友家里玩，我当时去那儿想的就是去随便吃个小摊子，吃个宜宾燃面就好了嘛。我就给我朋友说，你找一家宜宾燃面，我们吃一吃就 OK 了。他说不用，我妈妈已经安排好了，今天带你去吃宜宾宴。人家订都订了，盛情难却，我还是去吧。但是我其实找餐厅喜欢自己查嘛，我说我查一下那个宜宾宴的特色菜是什么，一查。战斧牛排，我专门跑到宜宾燃面的故里，我吃战斧牛排。下午的时候，我自己再去补了一个宜宾燃面。然后第2天的时候，他们旁边有一个景点叫做蜀南竹海嘛，我说明天安排去蜀南竹海玩。他说迪哥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，到时候请你吃一个全竹宴。哦，我说哇全竹宴，结果5一节特别堵车。本来是10点钟出门，到了以后已经下午2点了。我朋友太热情了，12点就把菜给点好了，全凉了。我打开那个门的瞬间，那个餐桌还是个转盘，所有的菜都在转，冷得要死。我那个朋友就有点尴尬了，迪哥，这个菜是热的，迪哥。没有必要吗？真的，这个回锅肉还是热的，这个水煮肉片还是热的，迪哥。我觉得你这个朋友应该给你个圈儿，来，迪哥来套圈儿，套着哪个是哪个。然后我想说，人家都点了一桌子菜，我们就吃嘛。刚坐下哦，进来一个女的，拿着手机。比如说王冕是我啊，宝宝们，没错，今天是全竹宴哈，全竹宴。这个是竹荪蛋，这个是竹笋炒肉。懵了，我真的懵了，我说什么情况？然后我也不好意思说话，然后我一个朋友就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儿就是私人聚会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那个女的还有理了，嘘，我在直播。她说她在直播，所以我后来问我朋友这是什么情况，我朋友在说，哦，因为这家餐厅不好订，我联系了他的老板。哦，我都快疯了。直播一出去以后，老板进来了。你好，你是杨迪吗？你是杨迪吗？这是我们的全竹宴。总而言之，就是有的时候想跟朋友的私下聚会，但是导的就是那种很不自在，很难受。但是我还是谢谢我这个朋友，有机会大家去蜀南竹海吃一下全竹宴，还是很好的。但是记得化妆，因为会有直播。你们身边有遇到那种吗？过于热情的朋友？我这个印象爆深刻，真的。
高中那会儿，当时是可能16岁生日，然后那会儿呢，当时我寻思，我说我要请班上的很多同学、好朋友嘛，大家一起就是在那种轰趴馆嗨一下。然后当时有2层楼，我是包了第2层楼嘛，我就害怕朋友找不着，地方有点偏，我就在楼下挨个接朋友嘛。然后中间就出现了一个情况，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接我的朋友们。但是我不敢确定我朋友们有没有叫朋友来。但是如果叫了朋友我不认识，他们就过来说，哎，你是哦，我说哎，楼上，我说就在楼上，领位员，叫了10个朋友。上楼发现有20多个人，但是没有人发现奇怪，因为他们可能以为这是我的朋友，他们不认识。我以为是他们的朋友，我不认识。那些陌生人没有自己的事吗？真的在那嗨啊！主要是我旁边我看到有那种40岁的大哥哦，40岁的大哥，你这种是顶级帅哥级别的。我说我一个16岁的中学生，我的朋友的朋友是一个40岁的那种大哥，监护人，然后当时那种感觉就巨尴尬。其实有的时候朋友的过度认亲，反而让你真的会觉得特别不自在啊！是的。哎，我想说一下，咱们没给过垫子的。哎呀，垫子这事儿忘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也可以补给一下。对，因为这个垫子是用来托底的，我觉得都讲得不错，不用托。可以，来薛之托，不是，薛之托，你是不是想说薛之谦说？哎，来您说啊。我觉得王冕我给你一个，因为你刚刚在说的时候啊，你的节奏特别好，然后呢，我们中间也插得进去。好，谢谢真哥。哎呦，这个，哇，哎，是不是高一点舒服一点？高处不胜寒，哎，王冕，我觉得刚才你俩合作这么多年了，你再来一个，重复的了哥，别，再来一个，还上得去吗？我们看看下一个，教主来了，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天花板。它比烟花小，给它垫上去。别再说了，真坏的孩子，捧杀啊，太难了。我发现有一些问题可以不用正面回答。因为是这样的，我不知道各位年轻人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那种，就面试的时候，然后面试官会突然问你，说出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，然后有的年轻人就真的会说我会忍不住整顿职场，直接就走了，好吧？然后比如说，喝酒的时候，老板突然跑过来问，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天花板，你问错人了，你问错人了。问错人。再比如哈哈曹跑过来问你说，我穿这个衣服帅还是狗穿这个衣服帅？天花板，啊！然后这种时候，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不用直接回答，可以回答一个特别不知所云的，然后保护好自己就好了。因为你说实话有可能会伤害对方，你说假话有可能会昧良心。我有一个案例跟各位分享一下，我以前的工作，我们有一个领导，然后看一个下属不开心，比如说哈哈曹不开心，这领导就把他叫过来说，今天你有什么不开心都可以跟我说。然后他说，我可以跟你说吗？因为我对大领导不开心。那个就说，今天你对大领导有任何的不满，你都可以说出来，咱们所有的话就留在这个屋子里。然后那个人就很开心就说了，然后话果然留在了这个屋子里，就一个字不差的留，因为他录音了。背刺，他偷偷的录音下来，然后就直接给了那个大领导听，说你知道，其实哈哈曹不满意你很久了，你听这个录音，然后就把他开掉了。我自己学了个自保，我自己自保的方法就是，无论怎么样，你前面都说半句，正如你刚才说的那样。把对方也挂进来。你觉得哈哈曹怎么样？正如你刚才说的那样，很多衣服狗穿了都帅，他穿了不帅。这个好棒，懂了，就是比如说我跟大家讲，我杨紫这人真讨厌，正如你说的那样，他就算录进去也没有关系。推我这儿来了是吧？啊，好，反正你俩一伙的。拉一个人下水，然后这个方法非常好用，而且还有在一种情况下，我也想请教一下3位老师，因为3位老师肯定参加过很多电影的首映礼。
没有，很少去。一次都没有吗？一次都没有，我还得知道看上你了。真会 Q， 我们仨人没怎么拍过电影，什么这些，杨迪还多一些，杨迪多一些，你还有一些。啊，其实电影首映礼其实很难的，因为你是被请过去以后，你就只能说好话。对，我们这个嘴说得出什么好话？所以基本上我真的很少去。我们老在北京首映礼，我太高兴了，我不敢拒绝。那你都不敢？这就是你搬去上海的原因吗？对，我还想搬去拉萨呢。我天！有的时候你真的看了很多的首映礼，那电影真的不好看啊！你站起来说哪一部？是哪一些啊？是谁拍的呀？这种时候怎么办？我发现火星情报局太难录了，重录了。就有的时候你个电影你夸不出口，你怎么办？我发现一个技巧，比如说哈哈曹做里面，我只能拿你举例了，对不起。我知道你可以，那我觉得挺好。比如说今天哈哈曹有一个电影，然后请我首映，然后他可能这个电影非常烂，但我站起来要说这个哈哈曹的电影很哈哈曹。当形容词用，烂不烂交给别人判断，能明白吗？哦，如果有一个人说啊，那他就是觉得哈哈曹烂，但我没觉得，就是很哈哈曹，这个方法就 OK 了。学到了，学到了，该去还是可以去一下。而且我发现有一些明星，甚至我一些朋友们，他们会夸电影院的设备，是有病吗？音响太棒了，这爆米花炸。我发现只要避重就轻，瞎聊就能避免很多的问题。确实，学到了，学到了，懂了。哎，其实回答问题确实是一门技巧哈。是，要不然咱们现在当场考考他，看看让他回答问题，好吧？哦，考。行，看看你的临场反应能力如何。没关系，天花板怕什么？得罪人的小凡帮我答。我打个比方好不好？好，对面这么多很厉害的冠军，是不是啊？天王，你觉得如果他们去参加你的那个喜单的话，你觉得他们能在你们的节目里面得到第几名？尤其是漫才兄弟，他们第1名。他们会碾压富航。不是，又不得罪我，跟我又没关系，对吧？尴尬的是他们。这段剪掉，不要！哎，其实可以。正如漫才兄弟说的那样，他们会碾压富航。正如教主说的一样，他来我们节目也是碾压我们的。对。他们会碾压富航，正如教主说的一样。哎，那我有个问题，来，请问，你来，就是因为我跟教主是前2个礼拜才认识的，就是我其实蛮好奇的问题，就是你来这个节目一期多少钱？天哪，好敏感的话题。有，他的价位很教主，是吧？我的价位很教主，很教主。你们的是不是要评分啊？你们俩是不是要评分？所以应该是你们的2倍。所以你是300万是吗？给你还抹了0吗？真是。你们2个怎么知道对方一定跟自己一样呢？要不你俩左右耳告诉我一下。没有啊，应该哥，这边节目搞我们了。我还写3个体验呢，他赚这么多，他们。哎，只有哈哈曹在困惑，还给钱呢。哈哈曹花钱来的，打车还打了7、8块呢。他说只管饭呀，他们说就。我也有问题。哎，彩铃要问，哎，您说啊，那个俞敏洪老师有罗永浩老师说那么烦人吗？哎，这个就是真的来了啊！于老师最大的缺点就是有的时候他太于老师了。正如罗永浩所说，而我心中的观点应该跟董宇辉是差不多的，然后别提我了。3位老师，我们在网上都刷过您3位的各种高情商的回复，甩到我们身上了。我经常刷到您说杨迪幽默化解一切尴尬。
看来这个营销还是有用啊！大张伟老师能接住一切的梗，哪怕这只是一个柿子，他都能逗笑大家。对，绝对是啊！大老师，您觉得您去我们那档脱口秀节目的话，会不会比我们的评委更专业、更懂脱口秀？不会。你这一个就是完全是一个真实回答，因为我是一忠实观众啊，我爱脱口秀，我去哪儿都是我的家，好吗？就是这样啊，是。还得是大老师。评委到底是评委，完美。那我问冠军吧，王冕老师，你也是冠军，漫才兄弟也是冠军，你觉得2届冠军哪个更有含金量啊？哎呦喂！直接说第一届，直接说第一。我们彼此都有搭档，我的搭档是小吉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小吉是冠军，因为小吉起码不会说话。哎，这跟夸座位有什么区别？对呀，这就是从你那学过来的嘛。太好了，夸绕过去了吗？太棒了。对呀，绕过去了，哇！我想问杨迪老师，您录过那么多节目，哪档节目最烂？节目名字是啥呀？哇，这个你说过，就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个。说实话，这个问题我还真想过啊。其实往往很多时候不是节目烂，是人烂。那是谁烂了？谁嘞？谁烂？谁嘞？什么样的人最烂呢？在节目上刁难我的人最烂。有。哎，你在喜单不是第5名吗？你觉得去脱友你能第几名？我去脱友应该能当导师，不是，不是，好，就舔到这儿。啊，因为我发现那边的导师都是真心喜欢脱口秀的，我们这边也是，走哪都是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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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刚刚那个我信了，你就是这么想的。好，那么就是说，对他彩排的时候就这么说的。谁说的？我上回碰见一人跟我说，哎，你自个儿知道你像大张伟吗？那你怎么回答这种问题？你就是大张伟啊。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对，然后就这种问题，你之前有过什么特别刁难你的问题吗？没有哎，还没有过，都迎刃而解了。还好，都还行哈。其实就是这样，但其实有的时候刁难的问题，反正咱们如果能好好把它化解掉，也还挺好的。最怕的那种就是出去以后，有的时候他们采访我，我希望他们来点刁难的问题，我可以高情商化解。结果他们问的是，请问如果你有一盏阿拉丁神灯，你想许什么愿？好无聊啊！我希望这个问题消失。有人向你提问，我们当然很想正面回答他，但是很怕我们的所谓的正面回答变成别人背刺我们的手段，所以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交流起来，我们都少一些手段，多一些真诚，好不好？好的，真诚最重要啦 ，yes。那咱们就可以下面一个人提案了，对不对？下面就是我最喜欢、最让我笑炸的，就是我毛蛋。哎呦，老师，耶！我发现地球人经常平地捅高楼。捅娄子其实就是闯祸，就是新人到一个新的地方会努力的展现自己，但是越展现自己，其实环境不熟悉，他就越容易闯很多祸。没错，闯祸这个其实跟体格有关，体格小的闯的祸就小。我这个体格，对我确实经常闯祸。我原来是大连自来水公司的，我原来刚到我们公司大约就是2周左右吧。我们公司组织一个篮球比赛，然后我就报名参加，因为我们第一场跟那个对面的总公司打，当时我们那个分公司的经理特别注重的跟我讲，总公司他说有个副总也去打，说让我那个就是放水，这个我说这个我懂，都是社会人。自来水公司放水，多让让他水啊对，放水，我就上去哎呀传球传错了，传给他好几次，我说哎呀真是个大笨蛋，我这个。哎呀，糟糕！但是我放水已经放成这个样子了，就是跟我对位的那个大哥，他就是小动作特别多，打球特别脏，他就一直这么肘我，还绊我，还会撞我，然后会各种小动作。哎呀妈呀！关键是裁判也不催的，我打到下半场的时候，那个副总啊他下去了，我就说我该让这个大哥看看我真正的实力了，我就上去我就啪。刚那下是篮球吗？擒拿。我上去各种活，我就又拧他肋巴扇，拧他肋巴骨，裁判吹我犯规吹了好几次，我都不管，照样干他。后来我们那个交了个暂停，下来之后我才知道，就是一个集团公司啊，他有好几个副总，就是我跟我对位那个大哥也是其中一个副总。
跟我讲完之后，我就非常懵，知道吧？上台之后我回到场上，我也不敢防他了。但那个大哥他那个气啊，他没消，他要使全力要撞我，但是我不敢跟他撞了。他一撞我就闪开了，他就在我眼前来了个就是立定跳远，是吧？摔了。他从3秒区的这边跳到了这边，一头就栽地下了。然后我就扶他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手嘎哒一下，我说领导应该是断了。然后2周之后，我们公司开那个安全会议，他还过去主持，当时就是挂在这儿了。他过来的时候还推着，我知道你们公司年轻人挺有冲劲的。这种属于总公司捅的娄子，就是我们分公司是负责那个管道维修什么东西的。有一次我就是快下班了，我接了个电话，分公司的经理告诉我，他在一线维修水管，他那一个小区要停水，有个系统发短信就提醒这12000个用户晚上7点停水。我师傅就带我用过1次，我没怎么学会，点了几下也没点明白，我就把这12000条短信啊就发到经理手机上了。我天啊！哇！经理给我发了4条60秒的语音，骂我。他一边骂我，我都能听到那边震动的声音。就是你小毛啊，说你那个脑子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后来给我分配到一线，就是修水管去了。我接着干的第一个活也是捅了个小楼，这个楼子比较小一点，就是当时我们那个接了个投诉，有个楼说停水1周多了，我们过去检查，有一个楼停水1周多了。对呀。里面的人都应该。那个大姐打电话，情绪特别激动。大姐说她老伴儿坐在轮椅上，停水1周都粘在轮椅上了。你这篓子还捅的不大呀？他说小伙，他要再不洗澡就撕不下来了。还是很能忍。大姐说。他在家就是拿点矿泉水，拿电磁炉烧一烧就擦身体，这电费都用的特别多，让我们赶快修。检查要拿那个电钻给地下打个眼儿，结果一个电钻打下去，我给那个楼的电缆打断了，砰一下，冒烟了。哎呦我天！哦，又停水又停电啊，电也给他停了。大姐又抻出头，小伙怎么没有电了？我说大姐，那个电费的问题我给你解决了。你也不差了，哎，不差个煤气了，噔，一起打掉算了嘛。你把这个楼的承重墙也打了，咚。其实我捅这些篓子都算是小篓子。真的小吗？这算小篓子。哎，谁给我家停1个月水，再给我电停了10块，这是小篓子。我们公司曾经有个大哥，他是给铺设主管线、自来水主管线主管线的，主管线2米多，特别粗，特别深。他把那个管就是往下顶的时候，应该横过来，他就没横过来。你是说打那个打桩机嘛，对不对？咚打下去以后，整个人下去以后，人横着打。不是，他是一个机器往里铺设的，他往底下就打得特别深。他由于操作失误，没有把管横过来，那管直接就打到地铁里去了。啊！打到地铁里。真的，地铁司机干了一辈子，第一次上班时间看着太阳了。哇，牛！而且他把地铁刮了，停运了，真的当时很严重。他提前下班回家，他怎么跟他老婆解释？我老婆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上班就是那啥了，我车刮了。老婆说你不开地铁的，你车刮了。来，毛豆必须的，来你先接着讲。就是其实我现在全职讲脱口秀，大家也能看出来，我不是多么热爱脱口秀，确实是自来水公司干不下去了。但是我发现捅篓子的一个好处就是，如果你经常捅篓子，领导绝对不会给你指派多余的活。就是我在公司的那3年，从来没加过班。不敢。对。就是领导只会担心你手里的活你自己能不能完成好，他不会让你加班的。有的时候同事像加班去维修啥的，我说领导那我呢？领导说你先回去待着吧，我有事我叫你。他后来去脱口秀之后，全场欢呼，说就终于走了，我们这边蓄电了。
其实那个我这个捅娄子其实有技巧，就是小楼怡情，大楼有点就会开除。你就在小楼子里面一楼接一楼的捅，你就在小楼子里面捅出个 loft， 其实都没有关系。捅出个 loft。但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节奏，就是捅娄子的节奏，那个楼和楼之间的节奏一定就是快慢一定要掌握好。我管这个节奏技巧叫辅楼。炸！谢谢大家。他讲的还真有道理，捅娄子，你天天捅导演就那不导演了，就那个领导就会很讨厌你。但你捅一些很可爱的娄子，时不时捅，大家就觉得无伤大雅的捅个娄子也还行哈。其实我也有一些捅娄子的事情，肯定没有把地铁捅穿那么夸张，但是小娄子还是捅过一些，比如。有一次有一个艺人叫徐浩嘛，他在他的直播间直播。那天他跟我一个化妆间，我说既然在直播，我也跟他一起直播互动呗。然后我就在他直播间在那儿聊天。然后那阵子支付宝不是有一个活动嘛，集五福，相信大家都参加过吧？里面有个敬业福特别难拿。哦，对，我知道。我就当时集五福就差个敬业福，我就在他直播间开玩笑，我说你们谁有敬业福啊？把敬业福给我呀！我的支付宝账号是不，我就说了。说完以后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？突然之间，从那一刻开始，我的支付宝一直有人给我打钱。我的支付宝账号是，他也打的不多，一毛一毛的打，就好多人打到我就没有办法退回去了。哇天哪！当时支付宝不是几亿人一起分嘛，每个人大概分了20多块钱，我没有敬业福，我一个人攒了50多块钱。我比那些集五福的人还多。然后那个徐浩的直播间说你涉嫌金钱交易，你的直播间马上要被封了啊！吓得我都不敢说话了。然后我说我那个钱应该怎么办？是不是应该退给别人？我又退不回去，因为那些账号都是分散的，你很难退，而且几百号人，我都疯了。我说这个钱应该怎么办？但那笔钱我就捐到那个什么公益种树啊什么那个地方去，就是算是大家的公益资金了，因为我没有办法，不然已经有点非法集资了，好吓人。反正就这种捅娄子还是要小心点。哇，你招财，哇，你好厉害啊！不敢乱招，招财杨迪。我也想到一个小时候捅娄子的事情，就是我班当时有一个同学，他学习成绩特别好，老师特别信任他，但其实他是又聪明又爱玩的。我俩也经常逃课出去上网什么的。然后有一天周4，我俩晚上出去上网，就上得很晚。然后他就想给老师发短信，说明天老师我请个假，肚子疼。然后就是他想多睡一会儿，但是他不会那个定时编辑短信，所以就让我帮他编辑。我就编辑个老师我肚子疼，6点半发的。然后早上6点半周5的时候，老师就收到了，但是我定的是每天发送，每天发送。周6的时候，老师又收到一条，老师说没事儿，我也没去。然后老师在班里再也不相信他了。刚刚说到那个短信，我又想到一个事儿，就是你以为把这个娄子已经解决了，结果捅了更大的娄子。因为有一次我的手机号不是在网上被爆了嘛，全网爆，我那个手机号被注册了1万个网站。你只要用手机号注册，他就给你发验证码，各种网站给我注册满，各种相亲网站，这个网站，然后我就看。还把我注册成骑手了。我如果把这个验证码发回去，我就直接接单，我就可以去直接去送餐了。我都没办法，我那阵子都不敢开机，或者只能飞行模式。一打开，这个工作那个工作，到处给我注册一堆，好忙哦。来，下一个提案呢，是我们这一季这个脱口秀的冠军。哦呦，厉害了！中的其中一个，谭湘文。来了！我发现，人越年轻，嘴越硬。这个发现是我对年轻人的忠告，跟我的亲身经历有关。真的吗？啊，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动画片。动画片就想买里面那种同人类型的玩具嘛，然后就找父母要钱，然后父母不给，然后就使用一些畸形的手段。畸形的手段？偷家里的钱？对，当时就是玩具就越买越贵，我也越拿越多嘛。哦，你这样拿他们都没发现的？啊，我妈先发现的啊，她跟我爸说：“老谭，你是不是拿家里钱了？”哦，先骂你爸。我爸我不知道，我爸特懵，我没拿家里钱，家里什么时候有过钱？哦。
私房钱哦，然后他们俩就怀疑是我拿的，哇塞！然后在上完课放学啊，我班主任找我，你爸爸妈妈过来接你了。我说初中了还接我啊？又给我买了旺仔牛奶呢啊！我说怎么事？我还装着那清纯高的初中生，爸爸妈妈你们来找我干什么呀？然后我妈妈啪啪啪啪一个耳光。家里的钱是不是你拿的？是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操场上面。我的天哪！打完我以后，是不是你拿的？是我拿的。好，今天还算给你面子的，回来再说。我说这个算给面子了，这个已经，今天还算给你面子。哇，全校的人给我给了一耳光，然后他们就走了。我下午还有课嘛，下午上课特别煎熬，整个就魂不守舍，害怕了。我不知道后面不给面子是什么样子的，会面临什么？然后放学的时候，我打上了我人生自以为的最后一辆的士。我5点钟就到家了，然后我爸爸妈妈站在马路中央。你们家住马路中央？不是，他们就在等我啊，家门口的马路口等你。对，他说你跪呢。哇哦，跪在马路中央。然后我把衣服都脱光了。脱光了呀？对，我爸爸打我啊，拿皮带抽我。那旁边还有那种卖臭豆腐的小贩呢，哇，打得好厉害。对。那个臭豆腐香吗？这是重点吗？这？我就跪在那嘛。当时我就想着我不能丢脸。你都讲没有必要了，你可以丢脸了。我就说我忍着嘛，我就把脸捂着，哎呦，就是没丢脸，然后就不出声，打我就绷着啊，绷着。然后这时候最讨厌的是什么？旁人给那种情绪价值，知道吧？哇哦，老谭家里面真是铁骨铮铮的汉子耶！他一句话把2个男人架住了，知道吗？我真的是死疯，我爸爸在那金蛇狂舞，知道吧？金蛇狂舞，我就说哇不行，扛不住了，快来个大妈给我拦回去！我就猛叫，所以说年轻人不能嘴硬。其实哎呦，这个打法怎么会在马路上就这么当着所有的众人面一点都不给你们？你爸爸妈妈就这么打你的？确实拿了蛮多了，就是。为什么在马路上打？家已经被偷空了，没有家了，没有家了。这条皮带是爸爸唯一的。但是这个确实不提倡，不提倡。其实我觉得子不教父之过确实是对的。有些时候小孩做错大事的时候，你可以打2下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你不能打的时间太久，你就这么精神狂舞这么打受不了小孩，对吧？对，你不能精神狂舞嘛，你不能这么打嘛。我们打个比方，比如说你在那个十字路口，我们分开打，比如说红灯的时候不打，绿灯的时候打。凭什么？绿灯的2个人迎面而来，打个招呼就开始打，然后要你几秒回去，啊，是不是？啊，给他缓和的时间。咱们就是说。我觉得那个你要是这个打法，其实可以带小朋友去酒店。为什么？还有旋转门，然后他每回推过来是一推过来，你从那边打他的旋转门的，有多喜欢玩游戏？旋转门打。经过这一次这个大街上的这个金蛇狂舞啊，就再也不嘴硬了啊。父母说啥是啥，但是我自己也有错在先嘛，不应该拿家里的钱。对呀，主动承认错误，我爸爸也再也没有用这种棍棒教育来教育过我了。啊。其实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教育理念哈，现在很多父母的教育理念呢，也是一直在更新和进步。刚刚薛副局长也说了嘛，子不教父之过，家长肯定要给孩子正确的一些引导的责任，但是要用正确的引导方法，其实更重要的。对，不然的话就会适得其反啊。浩伦也有一个嘴硬的故事，是不是啊？我记得我那时候是上网，有一次是忘带身份证了。然后那个网管也好说话，他是新来的，他说要不这样，我给你临时找一个，就这个先上了。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，我就进去玩了。我也没仔细看，那个身份证并不是一个普通成年人的身份证，它是一个逃犯的身份证。啊！我好期待这个故事。对，然后我当时不知道嘛，网管也不知道，他反正说啊，你上吧。然后我也上机了，玩了没多久，我发现有一帮特警过来了。玩这么大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，我想的是，我觉得就是抓上网的。我当时也不知道上网干嘛要带枪，我当时想的还蛮天真，我说那这个人应该上了蛮久，应该要回去了。上的再久也不会派特警来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反正当时他就是在后面看着我，我当时知道他在后面，我假装不知道，因为我以为他是过来查上网的，因为我们对这个查上网的有个自己的应对方式，就是你要把他年龄要背死。
哦，然后家庭住址也要背熟。他一拍我假装我在打游戏，打的正好，我一看，干什么了？这是，我还很拽啊。因为你要够不耐烦，别人才会觉得这不是你干的事情。他一眼就看出来我不是那个逃犯了，他直接说这是谁帮你上的机？我真的嘴硬，我说我以为是抓上网的，我不能承认嘛。谁？我自己的身份证谁用上我自己的麻烦？我还在上。我在问你们这谁帮你上的机子？你确定是你上的不？我说是的，我36属猪啊，我家在哪里？他都没问我。太牛了，哥们儿！他已经有点不耐烦了，我感受到了。你确定这个是你上的机啊？这个身份证是你自己的？我说是的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什么了？然后他就说好了，你晓得你刚才杀了2个人吧？我说啊。嘴更硬，应该说只发现了2个吗？然后上下打量。我当时真的以为我说是上单和打野不，他们2个死在塔下的是我杀的多呢。我说这未必还可以报警呢。我当时真的没有意识过来，对面打游戏的杀我报警 ，CS 打 CS 打啊报警报警。我当时是知道了这个完整的事情以后，警察叔叔严厉的批评了我，教育了我，然后我也是知道了这个事情的严重性，我也吓得要死。在这里还是提醒一下，就是在没有身份证之前，不要去网吧。然后因为这个行为是不对的，然后也要提醒一下有些网吧那些不该挣的钱就不要去挣，因为后面我再去看的时候，这个网吧已经被勒令整改了，关门了。对，处理。好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哈，所以这种行为不能再有了啊。是。您当心，让我来，您先吃块德芙，坐等享福吧。新年有德福，一块传福气，福气相传，年年得福。本节目由高活营养好奶源地球宝宝超爱喝的美素佳儿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爆梗有实力、深睡能量满格的喜临门赞助播出。专注流感18年，累计守护1万家庭。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特约播出。本节目由超丝滑的德芙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高能守护笑字有光的高露洁赞助播出。中场休息。下面你们要采取是那我们来脱口有点是天花板 ，sketch 文本创作奇才，那个单场纪录保持者，喜剧之王第5名，标注牛羊。托友们，哈哈。人嘛，要有点娱乐精神啊，都让大家 Q 一 Q。要不是我们那边前4都很忙，我怎么会？我轮到我啊？那我觉得火星最有意思的部分还是这些副局长打岔的部分。虽然他们有时候不打岔的话，那个故事本身可能会更好笑。没有了，就是他们一直在往里立缝，就是增光添彩。然后那些支出去的、发散出去的东西，确实是火星的一个特点跟特色。我今天真心的觉得3位局长太厉害了。就是他们是如何那么快的想到梗，而且那么好笑，迅速能把场子弄炸，而且他们几乎不失手，因为很少有说我接了一句梗没有的，大家就愣住了，没有，基本上就是能一层一层往上翻，特别的炸，我觉得这太厉害了，这个真的是佩服，就不得不佩服。姐，我刚才去偷听了一下别人的我发现，我现在就发现我根本就接不住别人的我发现，我太平庸了，我那个。哎呀，这还不简单，我还有好几个很炸的，我发现。我本来想后边自己用了，我先送你一个。我发现，高露洁抗牙结石牙膏，它可是有专利净购配方的，能3倍抑制牙结石再生，宅家随时能享受高效洁牙体验，笑容有魅力，笑点更密集。等会儿提案超有戏，送你了。谢谢啊。下半场的第一个提案，有请我们的徐浩伦。我发现哥哥的经验在弟弟身上一点用都没有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刚上初中那会儿的时候，我就担心被欺负。
我就去找了一个跟我比较好的哥哥，他是已经步入初中了，我就问他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跟他们发生冲突，或者是怎么避开他们，教他们。香文好想说话哈，就是嘴巴都还要捧哏，我们得陪着，对。然后他就说你可以装狠，就是走海路。台湾话叫走海路，就是说，走路吊儿郎当的，就是这种感觉走路。哦，海路啊，海路嘛，目中无人嘛，我就用了这个办法。然后我大概是，应该是入学1个礼拜，我就发现不对劲，因为我走了1个礼拜海路，就有4个人想打我了。你是不是有点过于目中无人？不，我没有弄，没有，也不至于这么走吧。这个别人会不会冒犯，就觉得你有病，是不是？我当时就这么走啊，就这么走啊。哦，厉害！好打，好欠揍啊！就是我们一定要翻白眼。没明白，你跟人翻白眼，你往后退啊，是不是？看完之后往后退，说哎，你过来呀！他一般往前走嘛，他往后走。一看就是怕挨打。我后面又问我比较好的哥哥，他说可能是你长得不凶啊，你就干脆好好读书，调子放低一点，就是不要那么猖狂，然后平时就不要得罪他们。长得不凶，你把法令纹画重一点。他的抬头纹已经很重了，不要上学时候画法令纹。对，我长得比较和善嘛，当时，然后他说和尚啊，你剃光头当时是吧？和善。我当时其实并不知道怎么样会得罪到他们。你不用知道了，你就这样就已经得罪到他们了吧？后面发现，哪怕你调子放低一点，也可能会得罪到他们。我后面就是开始畏畏缩缩的背这个书包，我就可能这么走，然后也不怎么敢看别人啊。可能你不小心撞到别人了，撞到别人肩膀的时候，他就会停下来。他说：“你再雷一下试试看，你再碰一下试试看。”我想说不好意思，然后我想看他一眼，他说：“你再看一眼试试看。”你就不敢去再跟他继续有交流了，就赶紧就避而远之走掉了嘛。然后你要再看他，他说你再看一眼，我说你再看一眼，哎，来看。我就发现这样子其实也没用，就是哪怕你畏畏缩缩的，也该惹到他们还是会惹到他们。后面我就换了个办法，我干脆我就搞笑一点算了。搞笑可以。对，就是伸手不打笑脸人嘛，逗他们笑一点，他们应该不会打你了。对吧？我就变成一个那种 joker， 到处逗别人笑。所以怎么样搞笑一点走路？别人可能跟你冲撞的时候，你稍微搞笑一点，就可能装个傻。稍微搞冲撞的时候搞笑一点。冲撞怎么搞笑？别人说你撞死了就来，咱俩撞一下。有病啊！我当时没有这么油，就可能就是真的是逗他笑，感觉你是在想方设法让别人打你，一层更比一层狠。哎，你上辈子就是杀带我。你想象一下，在学校里突然有个人走进来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，你不打他打谁啊？这个故事回到最初的话，你哥哥在这里有起了什么作用啊？好像没什么用，就是我当时听了他的话嘛。我也有这个上学的时候，大哥教过我一些很厉害的，就是上学的时候不是说头发帘儿不让过眉毛嘛，然后呢，后来我大哥第2天把眉毛剃了，直接头发帘就这么着走，然后就是那种你感觉特别猛。这个招大家就慎重使用啊。哎，2位有没有之前这个被打过是吗？不是被打，就是跟大哥学。我倒是没学，因为我之前在火星也分享过，因为我一直觉得搞笑是可以救命的。当时我们一群人跑到一个沙滩，挨个要钱，但是到我的时候，我正要掏钱。为什么要去沙滩要钱？那个是他的地盘，我们在那玩，突然被他们拦下了嘛。结果所有人都被要钱了，到我要掏的时候，你不用掏了，我看过你演的小品，很搞笑。皇子，你应该不会被打吧？情绪价值给这么高？给多了也会挨揍。那别人打你一下，你会再夸一下吗？哎，打了，爱真头嘿，爱人共同啦，好掌力，好拳法，嘿，大哥打真好，好腿法，好棍法，大哥打得好，做我义父。然后长大以后，我发现其实这个方法是不对的。因为本身如果你遇到校园霸凌这种事情，我觉得问题肯定不出在就是像我们这种被霸凌的人身上。然后我哥哥那个教的方法是不体谅大家学习的。
师太对了啊！所以在火星要跟大家说一下，一定要有自己正确的判断，因为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，欺凌弱小这件事情都是不对的。霸凌肯定是不对的，就跟有时候你碰一个含羞草一样，你碰一下它马上就收住了，但是它要展开需要很长时间。所以说我们对每一个人都要温柔以待。那么就继续往下看了，下面要给我们提案的是黄子弘凡。好。在说之前铺垫一句，因为确实，就是《火星情报局》是我就是人生中看的，就是第一个，就是真的很喜欢看。真的假的？我那会儿上初中，差不多，高一应该是15岁。你高一之前没看过电视啊？不是没有，就是我的意思，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当时一直等着，然后看，然后一直追的这个，一直追的，对。好。所以说我会觉得说，既然这么重要，我要来这儿留下一些我没有讲过的这种秘密的故事。天哪，牺牲这么大！所以说，我发现，我可能是重生文男主。这个是你想讲的秘密是不是？下一个，真的？什么重生文男主？就是我是那个孟婆汤没喝完的，重生为娱乐圈小皇子之义父满天下的男主。义父满天下，这是什么破剧？义父满天下。好抽象啊！我到现在已经足在外面认了7个义父，哪7个？好想知道。我其实有点不记得了，确实认的只管认不管记，只管认。义父，我们就生死相交了。过2个月你是哪一个？确实重生文呢，那大家都了解到，就是其实就是这个人他带着前世的一些经验啊，然后什么智慧啊这些记忆，来到这一世，然后活的就好像很通顺的样子，明白？很通畅。这没有一个是形容人类活着的该有的状态，很通畅活的。当时呢，就是我是在很小的时候，那会儿我就发现其实。就是给予长辈一些这种情绪价值是很重要，所以说那会儿我有一个叔叔，当时呢那个叔叔他就经常很喜欢骗我，他就给我指着那个牛说那是马，他就跟我说那个羊，他就跟我说哎这个是狗，有病啊！这个叔叔今世的记忆好像已经坏了。很小那会儿我就知道牛是牛，马是马，羊是羊，狗是狗。你知道他在骗你？我知道他是骗我的，但是那会儿我没有。像很多小孩一样戳穿说你骗人，他不是啊，我配合他，你给情绪价值哇。然后他问我说牛怎么叫，我就是那个这样子，反着来。然后他问羊怎么叫，我哞啊。然后长大了之后，我们又见到了，然后他说哎呀，那个你知不知道小的时候我骗你说什么什么，当时你还被我骗到了，哈哈哈。然后当时我心想，哼，我说愚蠢的长辈竟然被我骗到了。他好像是说我们2个哈，每次都把我们哄得可开心了。哎，没有，是这意思吗？哇，我们被他都已经哄到2个人联名一起，捧他联名上书把你送过来。哇，原来都是他的计谋。哇，是吗？就是之前他一直让你们2个特别开心，所以这一季就续上了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哎呀，我到休息室没有什么任何礼物啊，怎么没收到？那我问一下，你一直夸教主那些是前世的记忆吗？还是说是你是真的夸他，还是说就是只是为了让他高兴？那些是假的。但给足了情绪价值。没有，是，可能上辈子是一个是一个讨好型人格。哦，舔后面还没说出来，上面是一个舔牛，天选之子啊。我服了。虽然呢，就其实听起来就是我好像从小就是这种比较偏讨好型人格。但是呢，我会觉得说，在给予了大家情绪价值以后，我看到大家开心之后，我也会觉得很开心的这种感受。对。因为黄子听着这个事儿，感觉又替他高兴，又替他心酸。我跟他小时候正好相反。我还记得我小时候，我跟我们院一大哥叫李叔吧，去钓鱼去，然后一回来问说师傅李叔是不是钓到很多鱼？我说李叔很多鱼。哇！
啊，你这个时候就开始整这种，没有人听得明白。我在这儿特别开心，我说对，李叔很多余啊。然后李叔说对，我就是很多余啊，哇，他自个儿高兴，我就特别想，就是别人听不出来我损他，然后把大人给挤的了，就让我心里特别爽。咱俩是完全相反的这种哇，因为那些大人都跑到我这儿来，让我给他真鼓掌，然后他再回去。但是你遇到的叔叔都挺好的，还他逗你都是指牛为马啊什么的。对，我小时候遇到那个叔叔，他逗我的时候都是那种，他知道我就是很护家里嘛，他就说杨迪。把你们家电视机抱走哦！他一说我就滑跪，哎呦然后我一滑跪就哭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会去我们家把电视机抱走。然后那个叔叔就很爽，一传十，十传百。一到那种平时那种饭点下去玩的时候，无数的叔叔阿姨，电视机他抱，冰箱我抱哟。所以你现在对冰箱有那么大的执念？很喜欢冰箱，我就去闯关要冰箱，是吧？哎，我有个问题。哎，你说。哎，你是那几个义父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性格，你都能夸得了他们。对，我不挑人，基本上阅人无数。那假如说你其中一个义父是杨紫，现在夸。杨紫。要不说你会做短视频呢，会抓热点，我和您之前的那个观点是一样的。哎呀，好，录完以后请大家吃熏鸡，那我们下一个。哎呀，我也配拥有一只熏鸡啦。给黄子一个吧，好不好？黄子来一个，不容易。哎，你8个义父，哎，不用。但是黄子这个提案有点抽象哈，哎，有点荒唐。副局长，但是我就替他感觉有一种微微的心酸，希望你以后不用夸别人也能别人爱你，好吗？不用这样的，真的很棒啊你啊！都爱他。下面要给我们提案的是来了，彩玲姐。我发现人当上老板之后会变坏。我是为啥发现这个事儿的呢？是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变得越来越烦人了。你变烦人了？我2年前自己开了个小公司，一共就管6个人，这个领导够小的了吧？可以，还行。你就这么小的领导都能让人性扭曲。去年我粉丝破800万那天，我特别高兴。我在公司就是这样的，我说，今天呢是一个就是很特殊的日子，哎呦，好飘啊！值得庆祝一下。哇哦！下班呢谁也别走，我请大家吃个饭，一会儿我就跟大家讲2句。我老公下班来接我，他就特别不理解我为啥要用下了班跟员工一起吃饭这个形式来庆祝。我说一起庆祝快乐加倍嘛。他说这不叫快乐加倍，这叫集体加班。没错。然后那天我就开始自我反思，我觉得领导是有一些就是自我感动在的，而且我发现领导不单喜欢自我感动，他还喜欢设定规章制度。就比如说坐班制这个事儿，我以前也这样，后来我发现我自己熬不住了。我是我们公司第一个摸鱼的人，我往那一坐，哎，别人都以为我在那想什么高深的短视频创意，其实我在那刷最 low 的短剧。啥是最 low 的？你告诉我。空生之我在火星当男主，最 low 的搁这儿呢。其实人一天脑子真正转的就3小时，剩下那5个小时、6个小时在公司，老板也在演，员工也在演。可是你又不是个演员，是吧？啊，对。我考啊，刘洋讲的什么话题？哎，他说的这个表情。他刚才那表情就代表所有职场人在职场中的表情，就是3小时之后脑袋都不转。哎，真的。你想想，如果人没有坐班制，大家其实工作很努力。咱们认识的所有人中，工作最努力是谁？孙悟空。你想想，如果把西天取经放成坐班制，那孙悟空就是一个生无可恋的保安。他将失去他所有的拍身，对吧？哎，他要是再遇到3打白骨精的故事，
白骨精过来了，他肯定不会一棒子给打死。他一看时间，现在是周3中午，我现在要把这妖精打死了，周4再给我妖精打，周5再给我新妖精打，我打妖精有瘾呢。他肯定想说，我先留着，我周3我先给打个脑震荡，然后下午我还得做个复盘。我周4我给打折一条腿，我下午捋一下发票报销。有道理啊。是不是得留出这个时间捋发票报销？周5下午4点半准时，咵嚓一棒打死，然后打卡下班。这就是坐班制下的3打白骨精。因为齐天大圣在坐班制下，他不光得3打白骨精，他还得3打打卡机。而且你发现没，唐僧在没有徒弟之前，他挺能干活。行李他自己背，饭他自己要。有了几个徒弟，当上领导之后，他也不干了。妈呀，不是他了，不能走道了，他得7个人走。完事天天早上开例会，没事就讲2句。他要是少点他那些指导意见，孙悟空早7言取经都回来了，都已经。在的。所以综上所述啊，人有权利当领导之后会变讨厌，坐班制是万恶之源。那么我们这个厂子这几位领导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共鸣？我说实话，我的团队是3无团队，无办公地点，没有会议，也不打卡考勤，经常还找不着人。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陪我玩桌游。有些人还不爱玩，所以你出了舆情没人给你处理，我发现。我的舆情上就舆情了。确实。我就是那个没有徒弟的唐僧，最早的时候。但是我总觉得所有的事情靠自己的想法去推进的话，我确实比较心安理得一点。我就是这么个老板。黄子当老板也挺有意思的，他们公司喜欢那个什么抽签，你讲讲。就是我们团队，比如说今天，只能进来2个人或者1个人这样子，然后就是一般的话，他们就石头剪刀布，输了的来，赢了的放假。真的假的？啊，对，就是凭运气。你今天你要是赢了，你凭本事放假。对。你要是输了，你凭本事上班。他有一个员工一直赢，他都不认识。啊，也对，我跟迪哥录了3个月节目，一天一台，团队来新人哦，其实他是去那儿度了1个月的假。我身边就有不少这个浑身上下散发着班味儿的朋友，一上班就特别虚弱，就跟没有电了一样，随时都可能倒下。就他没在脸上写着别理我是个没有电的废人，一下班就不一样了，整个人精神抖擞，走路都带风。如果所有老板都能优化上班制度啊，真的，大家的工作的时候肯定恨不得给自己身上装上南孚电池。而且必须是聚能环4代的，就是开工时1个顶6个 ，so easy， 没有班味儿，只有能量，精神旺盛，超耐久。那接下来哈哈曹来一个，好。加油！好！我发现总有老板想让年轻人免费干活。我刚出社会那会儿我经常想的就是说，年轻人你就多实践一下，你就不要想着钱。后来我觉得这就是老板想骗年轻人免费干活。有道理。我没少被老板这么骗过啊。当时他还用激将法激我，他说他不认可我的才华。当时我就急了，刚出社会，我想证明我有才华，我就搞了2个通宵，然后给他改了8版方案，然后改完以后他说有点才华。没有跟我谈钱的事情。哇！后来我觉得不管搞什么，真的就是钱，落袋为安，真的。钱一定要到手里才行。对，因为有很多话术是专门用来搞我们这年轻人的钱的，要拉低我们的价格。常见的话术就是老板会说这个活，我们先一起合作做一下，如果价格合适的话，我们可以长期做。这次来优酷有没有听到类似的话？一模一样的话术。长期做，连带7季。因为社会上想给你画饼的人真的是太多了。我有一个教我播音主持的老师，然后他又联系我，他说：“哎，大明星，联系不到你了。哎呦，我这有个戏想找你。我说有戏找我。我说什么戏？他说你认识哪吒不？哪吒。我以为是什么汽车品牌嘛。他说没有，是神仙。我说我怎么会认识神仙？对吧？他说就是那个哪吒 IP， 他让我去演那个里面的太乙真人。像是。
然后他跟我说这个戏啊，它有点难度，它是一镜到底的，它是那种直播拍的。啊，然后你演太乙真人，哪吒那里跟那些妖魔鬼怪打仗的时候，你作为他的师傅，你要拿你的仙术变一些东西出来给他。比如说他累了，你拿一个按摩仪给哪吒，按一下摩，然后让家人们购买。啊，带货是吧？最过分的是还给哪吒冲藕粉吃。哪吒喝藕粉的感觉跟喝蛋白粉一样，跟我们你知道吧？就是补充自己的能量。后面我才知道他就是找我直播带货啊。对呀，我就问他，那你这个活你多少钱吧，对吧？我也对艺术其实没那么多追求，你只要落袋为安就行吧。他跟我说我们这个项目起步初期，我们又这么熟，我一听就晓得他要把我的价格打下来。确实，又在跟我玩套路了，你晓得吧？所以我发现真的很多老板他就是想白嫖我们年轻人的劳动力啊。对。然后基于前面的发现，我又发现，好玩，连续发现。我发现现在就商家都想搞年轻人的钱，这不购物节嘛？我发现我们手机的那个转跳 APP 的那个功能，这几天特别灵敏。哎，对，是吧？对，这个发现中了，这个中了，这个中了，真的。原来就是你拿出来，你可能你稍微晃一晃都不会进去的，但是现在你一拿出来，你感觉要配一个那种斯坦尼康，要不然一下子直接你就跳到那个购物软件里面去，你就消费3000多块钱，你都不知道，到时候直接人脸识别，人卡都给你刷掉了，它完全就是这样。我是特别会被那种很浮夸的那种购物的 slogan 给骗到的人。我最近买了衣服，那个衣服我看了我就想买那个衣服，那个文案叫做“狗穿了都帅”。我说给我来一件，对我当时穿了，我在我老婆面前我说怎么样，狗穿了都帅。我老婆说你穿了不丑，感觉有被狗比下去。对我今天还带了这件衣服。哦，带来了。对。哎，你穿上跟他们俩站在一起，因为我不是那个颜色，你站到他们俩那儿。啊，这不方便嘛？这么近，这么近。哦，哇，还可以哇，这是稍微买的小的一号吧？我买3个加的，我买的是我往最大的买了，它这里面穿的多了。我平时早上可能空腹爬完楼梯会瘦一点，因为我会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我还买了一个那种能照500米的头灯。19.9块，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都不需要头灯，但是我一看他说能照500米，只要19.9块，我说给我来一个，又来一个，哎，好帅啊！哦，这是那种矿工戴的那种500米，你看，哎呦，我跑这里来，灯光照到谁，谁就开始舞蹈。好。Troublemaker， 没有音乐真干呐。没事，我们一起给你来，3、2、1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了。我段子里面都讲自己是翘嘴鱼嘛，然后我老婆说我带着这个变成那种深海的灯笼鱼了，就感觉把那小鱼吸引过来，然后吃它的这种。所以综上所述，这就是我所有的发现。我希望我这个灯笼鱼能够帮大家照亮一个搞钱的明路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我是哈超，谢谢。太牛了！哎，我跟薛之谦干过一个活儿特别神，那阵不是我们南学北张嘛，我们俩去了那个活儿之后，那个导演一进来说：“你们俩现在开始，灯光开始，搞笑吧。”然后他就走了。地狱啊！地狱啊！什么就开始搞笑？没有人跟我们对台本，没有人跟我们干什么，没有任何本儿，就是有个赞助商，有一个赞助商，然后2个人我们就坐下了，就说哎，好了，导演我们要干嘛？干出啊！我们俩就是硬撑下来，录了8个小时，8个小时硬搞笑，超级尴尬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以前干过的所有事儿，即使没挣着钱，现在有故事了，对不对？有故事人就值了呀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就可以了啊。还有没有谁想要提案啊？谁要提案？哦，哎，刚刚黄子说是不是？
刚才是这样，对，因为呢，首先教主也聊到说，今天啊，就是他们这节目只来了他这一个人嘛，所以说他也想说，不行，我这么卷，我来这儿呢，对不对？带来的内容肯定要是 double 的。所以说今天作为我们的古典脱口秀天花板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，教主再给大家来一个劲爆无敌，杀死整个比赛。我发现。婚礼份子钱应该分期付款，很有共鸣的感觉哦。分什么期？活期和死期？死期。这个跟我一个捅娄子有关，就是作为脱口秀演员，然后捅的最大的一个娄子了。哎。就是我有一次主持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的婚礼，主持的时候，然后其实心里会想很多东西，就是你自己在旁边观察，他们在旁边，你愿意，我愿意，我心想，我说你还愿意啊？现在婚礼这么脆弱，你别今天你给我结了，然后明年你给我离了啊，然后你再结，我再给你随1000，你到我这创业来了啊？我想很多啊，然后我在那想，我正想这个的时候，他一把抢过我的话筒，然后跟大家说，各位可能不知道，在我身边的这位。不仅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还是一名脱口秀演员。哦，我们让他即兴来一段怎么样？哎，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让脱口秀演员即兴来一段。天花板你可以是不是？对，我当时就冲上去了，我当时满脑子思路奔逸，我拿过话筒，我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婚姻越来越脆弱了？我倒不是心疼他们婚姻，我心疼的是我的份子钱。你祝他百年好合，随了1000块钱，明年就离了，那99年能不能退给我呀？我当时真不知道咋，我跟大家说，我说，哎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我竟然还有往下想，不是百年好合吗？随1000，我今年先随10块，然后明年我过来填表。最近还出去约会吗？可以。牵手吗？可以。那方面呢？给10块，给10块，给10块。今年的10块给你，然后明年继续加油哦，然后明年再来，还一起睡吗？哦，睡桥洞了，哎呦，要拿不回尾款喽。睡桥洞了还行。我当时真的很开心的讲完，然后我讲完了，我的理智回来的时候，我才认真的观察了宾客的反应。宾客已经冰掉了。就是他爸那个表情，就是绿巨人马上就要变身。哇！真的，我跟你说，当时如果孙燕姿在那唱歌，吕光在哪里就那里，就那里，吕光。新郎母亲的表情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各位，新郎的母亲是想笑的，总要有人懂幽默吧？在那开始耸肩膀是吗？然后在那憋着一天开震动了，就好像收了1万条短信。肩膀啊！所以我觉得婚礼份的钱应该分期付款。哇，厉害！这个真的是好的提议，对啊，因为大家多多少少都参加过婚礼哈，就要随礼，所以说怎么分期付款可能比较合理一点，大家可以研究一下。按照你刚刚那个逻辑，分期付款可能还没有那么平均或者那么公平，可以出一个这种 APP， 随份的 APP 可以抵扣。你结的时候我先给你，然后我结的时候你再还给我。随份子 APP 哈，帮我把这个也注册一下，谢谢。谁结婚之后就把钱打给杨迪嘛，然后这个我统一收啊，我统一发，我这吃利息。统一记账，拿你2维码。你们演过婚礼的演出吗？我演过，朋友们都演过吧？啊，演过，就是当时那会儿就是实在是没工作，有朋友当时打电话说，喂，黄子，有一个那个人家就是老板结婚的，然后我说好 ，OK， 去没问题，接了。去到现场以后，哇，震惊！现场可能有100多号那种人拿着手机，哇，直播，在现场各种他们那种什么网站、什么平台各种各样，然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女老板，很大的女老板，这么大个一女老板，多大？脑袋这么大个大女老板，啊，大老板，超有钱，就演出次要的，主要是他们那个结婚的场景，因为正常结婚嘛，台上可能新郎新娘。新娘旁边有3个大中小的孩子，分别一个30多岁，一个20多岁，一个10多岁。什么意思啊？男方应该
目测看着可能比女方差不多小个20来岁啊，然后但是他身边也是有一个中号小孩跟一个小号小孩。中号小孩，中号。当时我听到过记忆最深刻、最震惊的一句话啊，女老板的大儿子拿着麦克风很不爽说：“虽然你比我只大3岁，哇塞，但是我今天在过去的相处中，我还是要在这叫你一声爸，爸。”真的。要改口了，不是我这个孩子那个说唱的那种气势这么足吗？不是，他假装叫的爸，其实还是叫的哥 bra。我叫你 bra， 他内心还是不服，叫不肉。艺人保护。亚拉森。我回头教我学一下英文，我的英文口音，我是四川人，有时候321从这儿接 ，bro。主要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这么丰盛，这么人数，这么满当当的台上人，满当当，报数，1、2、3、4，台上8个人，你这时候应该上去说，哎，兄弟，你也不差我一个了，一副，多一个就好，郑哥，对吧？可以吗？这好笑吗？可以，给一个，这可以吧？这可以，蛮好笑的，下一个，上一个好笑，感谢。我感觉今天的新人都特别的棒，啊，要命了，真的是。我记得我们在早期的时候，刘维，我们那时候特别的用力。哦，对，满地都是，满地都是我们爬，这什么衣服都弄得一塌糊涂，满地都是。因为你当时嘛不肯爬，所以你没来嘛那天。我害怕。看你们第一季节目的时候，哇塞，跟进了蛤蟆坑一样。啊，我第2季来的主要是他们，但是一起都特别有活力，那种感觉特别棒。没错，我们以前的喜剧跟现在不太一样。我们当时为什么这么用力？其实反思一下，其实我们当时的框角太多，我们不能去施展太多。但是其实我看了很多的各位在座的新来的这些同学们演的那些短片，其实这个东西我在看到的时候，我感觉哇。我好开心好欣慰哦！因为现在的年轻人，你们代表了这批的年轻人，愿意去尝试突破这个框。如果这帮年轻人都在听你们这帮年轻人现在讲这些东西，那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。当我们老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变成那个在沙滩上被拍死的东西都没关系。可是搞笑这东西是有一个传承的，我觉得他们在做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事情，真的给现在的年轻观众是一笔财富，这特别棒，真的是。我只想说，我十分想念沈梦辰，是吧？很怀念我那个之前的跳舞的搭子。来一个，我愿意跟你穿个内裤。来一个。浩伦今天穿的这身衣服，就是我那天跳 Trouble Maker 那身衣服。哎呀，衣服给他，你是为了拯救我今天吗？你会这样吗？传啊！你们俩对过没？没对过。硬来啊！但是在我的脑子里，他脑子在不在不一定啊。
打钱，我这太厉害了，哎呀！各位亲爱的，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。音乐都起了，音乐也起了，不行了。兄弟们，救救我！哎，杨迪已经疯了，每个人都跳。我杨迪，你都已经这样了，主动开始这样了，杨迪。哎，没看过黄子酱啊，没看过。怎么跳啊？난 troublemaker 가슴을 떠떠떠 이제 내 맘은 나도 잊었어 네가 나를 啊，可以了。哇塞！哎呀妈呀！杨迪好厉害，杨迪现在是一个，哎呀妈呀，舞蹈环岛哈，一堆人围着他跳。好了。哎呀，太开心了哈！我觉得在一片欢声笑语之中呢，我们结束了今天的所有的提案了，太好了。那无论怎么变呢，我们火星的老规矩是不能变的。每次会议我们还需要评选出呢一位王牌特工了。那么在场的280位观众朋友们手中都有唯一的一票，你们可以投给你们认为提案对地球人最有意义，让你觉得最有共鸣，同时又最有梗的人。3、2、1，投票开始。请各位谨慎选择。好的，倒数3个数，3、2、1，投票通道关闭。统计结束，同学们，是的 ，OK， 哎，大副局长将为我们呢公布今天得到最高的票数的王牌特工了，会是谁呢？那么现在皇子呢，他已经去拿到这个信封了啊，他拿会不会有点不公平？哎。你回来的路上改票，回来路上你改掉。让我们3位副局长一起来。真假的？哎，请坐。你是参赛的这孩子吧？来，挡着点，挡着点，有点痛，蹲着点，走回去，蹲着点，看一下，来，首先我跟你说啊，首先跟各位说，第1名跟第2名最起码差了30票。哇，哎呦。那么我宣布，火星情报局第7季第2次的会议王牌特工得主就是王子红白。厉害！哎呦，压了3个衣服，都是衣服。一天收3个会不会太忙了？不忙。同学，这是你的第1枚火星特工勋章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承蒙厚爱。哎呦，不敢。谢谢，我觉得这个确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，我这个会。带着大家的这一次的这个支持跟信任，然后越来越努力，以后真正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这个王牌特工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恭喜王子红白。
是的，我们本期火星情报局会议就开到这里了。我宣布，火星情报局第7季第2次会议圆满结束。欢迎李世民。其实我昨天是来探你班的，哦，是。然后老师就说，哎，这他妈就是上了他。我们节目就是探个班就直接可以上节目哈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2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原创音乐人歌手宋木子。哎呀，宋木子今天投资了，花了不少钱请人哇。大家好，我是欧阳弟弟，演艺圈的路一开始就这么曲折呢？有请我们的陈洛。好久不见的领导，大家好，我是汪涵啊。我发现。支线任务做太多会被越支越远。我说成龙大哥我得罪不起，你马东我还得罪不起吗？你疯了吗？大家也别往那个心里去了，该来火星录还是要来。跑到那个环球影城玩都不来录，你还盯着人家。没有人真觉得自己丑。针对性怎么这么强？可能姐姐有点不知道哪有问题。因为我不是黑他。那你说谁在黑他呢？对呀，是谁呀？比如说你是我的前辈哈。哎，你好。哎呀。我发现脱口秀团队的领导不好当。点你了。越演到中场戏越远。我们3个人连在一起，像我的母校的校徽一样。别怕，你也别怕。吓一下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哇，姚笛有天也要用台阶啊！电视看优酷就用酷喵 TV， 本节目酷喵 TV 同步播出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登录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，搜索火星情报局，参与话题互动 ，get 更多精彩内容。被你发现，天外来物，叛逆船长，在个雨天全副武装，出发火星，今晚就要来接你。feel。这个 feel 被发现倍儿爽，调好腰间对讲，舞台灯光特工备场，看清局长手中的锤，灵感爆发就会快乐被你发现，被他发现迎面走来6位。喂，欧皇的运气是百发百中，嘿嘿嘿嘿嘿，教主和彩铃在左右开弓，送，发现烦恼就该佩戴送，冲，火星特工气氛被带动。问的兄弟，别和被发现各自的对峙点，冲向索马里，带着小嘴鱼，发现一场新冒险。每个发现像是盲盒，保证气质磅礴，烦恼随着长娘气散发着光。在堂相遇也听王面谈语气，我发现大家熟悉的面孔回到火星去。我发现江湖上的新人辈出提案有金句，我发现长牌间的对决精彩与你相遇。我发现。手中握着锤子啊，杨迪早更随行啊。哎呦 Mars， 我赛 Season 7动刀声音要够啊，翻过了高山也越过了沟壑，总会有收获，干了搜我，漆黑的夜欢乐是一团篝火，要保持住幽默，把生活给兜了。我想要的快乐肯定都有我，如果你懂我，快抓紧就做你想要的快乐，来火星搜索。火星归来，状态拉满，特工集结，长牌大战 ，Everybody ready for the show。巅峰的精神状态，要是有人 get 不到，我就冲上去，我觉得其实真正逗我笑的不是内容本身，而是这些人才们的这些好笑发言，像是偷题了哈，跟迪哥偷的，太好了，是黄子峰拍我们，我没想到这么多，还在吗 ？Hello。哎，刚才回我的那个炒行星了。